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跟一朋友聊天呢。忙吧。好吃吗？迟到了13分钟52秒。赶紧吃，吃完了回家。我还点了一份巧克力蛋糕呢。服务员，来杯冰水。可是你这样做，你有没有想过我朋友怎么看我啊？能看你笑话的吧，他就不是朋友，你就根本没必要在乎他们。咱俩是绝对不合适，而且我这辈子不会结婚了。要不这么着，我看咱们那小金不错，我给你俩撮合撮合。何必呢？你好，一杯冰水。谢谢。给我1万5。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呀？我得换把琴了，现在那把不太顺手。去年刚给你换了把琴，那琴挺贵的，为什么要换啊？那琴是1万5，不是15万，而且我要换，肯定有我换的道理。你又不懂音乐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。我是不懂，但是你也不能沉迷于音乐。你现在已经上高中了，不能玩物丧志，得心放在学习上。你长大之后总不能靠着弹琴过一辈子吧？不是，你要不就好几天失踪见不着人，要不就一见我就给我吃堵心丸，说我这不好那不记的。你夸我一句有这么难吗？那你见我一面还不是开口管我要钱？你这是养尊处优惯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的那笔钱啊，很多家庭月收入都不止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，你现在也不小了，你也得为自己的将来做个打算啊。我要这钱，我就想单纯的换把琴，我又不是干坏事去。不是，你这么多年，你尽到过一个母亲责任吗？在你心里，工作是不是永远都比我重要？你不管我的童年可以，请你不要插手我的未来。哎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小韩，小韩。现在的孩子挺不好管的哈。哼，是啊，遗传基因不好。你这些年还好吗？很好。这10多年来，你好像没变。那我走了。
喂，爸，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啊？找你以后怎么不开机啊？不，跟我妈又吵了一架，她找我，我就关机了。你妈出事了，赶紧来医院吧。我不该在这时候出差。如果我在你妈身边，她也不会因为药用光了救治不及。是你报的警，你叫救护车了。我当时正跟你妈通电话谈工作的事儿，结果她突然就犯病。那他不一直有药吗？那最近公司有点危机，你妈也比较焦虑，可能把药的事给忘了。别怪我，如果能提醒她一下，或者提前给她备好药就好了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到底是我的错。喂，先生，您看海景房吗？看墓地。涵涵，妈妈也没想到，我们母子的关系竟然糟糕到不能面对面、心平气和对话的地步了。妈妈写这封信不是教育你，只是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你说的对，妈妈没有权利指责你的生活。这些年，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了工作上，对你关注很少。妈妈是个失败的人，对公司投入那么多，现在却要濒临破产。虽然公司的违法操作不是我亲手所犯，但作为法人，我责无旁贷。妈妈知道你很有艺术天赋，只是不想看你走上落魄艺术家的路，把音乐当成闲暇时的消遣，苦闷时的寄托，它才会给你带来快乐。若变成赖以生存的工具，它会成为你一生中不能承受之重。这只是妈妈的想法。你这些年的压岁钱，我都作为教育基金存到了你的名下，应该足够支持你的学业了。去选择你喜欢的专业吧，不必顾虑妈妈的想法。妈妈无条件的爱你，信任你。
你干什么呀？我不干了。客人骂了你，你也不该泼他一脸水。你作为我的丈夫，你的妻子被人欺负了，你却站在那儿无动于衷。好，那我做任何的决定也不用同你商量。我在飞机上不光是你丈夫，我还是这架飞机的副机长。我就是不能苟同你这种看法。你把你的职业看得比什么都重，甚至我的尊严。你保持尊严，你可以用很多方式，你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我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尊严大过于我所有的一切，包括爱情、职业，甚至是婚姻。后天你不是轮休吗？我现在就回去收东西。后天一早，民政局见。状态调动起来，好的。这回啊，不错。怎么没变化？好，继续啊。啊，回来了。你去帮我美术馆提点吧，有个葬礼，我去替我跑一趟。谁葬礼？不是还我替你去？我这忙着呢。哎，是。谁死了？小薇，不是你这消息属实吗？刚刚我们以前机组的同事发消息了。其实我昨天晚上还碰到过他，看起来生活还不错。没想到突然……哎呦，你说你们这分开10几年没见面，出事之前反而遇上了。总之是我对不起他。如果早知道这样，我昨天就该跟他道个歉。那你更该送他一程啊！你别让我去啊！我刚才申请调班被拒了，没办法，刚闯大祸，现在没什么发言权。行了，知道了。我让你帮我带的东西你都带了吗？都带了，大小姐，在箱子里呢。那我哥给我买什么礼物了？你哥那个穷光蛋，能给你买什么？这趟旅程已经花光他所有的积蓄了。我回来之前还把我爸给我的几千块钱都留给他了。干嘛？哎呀，他害你，他不好意思，没给你买戒指，没算你求婚啊？求什么婚啊？看出他有个邪念了。那个我哥肯定是因为他现在没找到工作，然后不能许你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所以才没求婚的。理工男都这样啊。哎呀，他对我倒是挺好的，只不过这趟旅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讨厌鬼，啊，害我差点留在海里喂鱼。喂鱼？什么情况？行了，我们回家再说吧。哎呀，那你太可怜了。哎，五哥，听说你昨天把文丽姐给拒了，还好今天没跟他们乘务组同班。哪儿听的小道消息？这么劲爆的消息，早就飞满天了。工作强度那么大，八卦心还那么强。这不正因为工作压力大嘛，才需要这些八卦调剂一下。这叫消费别人的痛苦，没格调。这痛苦啊，可是你给人家的，你要答应了，这不皆大欢喜了吗？可怜了文丽姐，早知道我昨天就不鼓励她了。你小子别跟着瞎出馊主意啊！哎，哥，
今天天气晴好，这出厂架次也不多，塔台怎么还不让飞啊？我最近啊有点背，我估计今天也不会让咱们顺利的这么出去。你那儿还有复印墨镜吗？给我找一个呗。哟，你那宝贝黑超可从不离手啊！哼，怎么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在澳洲的时候一直带着呢，不知道落哪。溜三落四可不是你风格。喂。哦，好好。哥，厂有点问题，想让你过去看看。啊。你是有病还是欠抽啊？啊！你别说话，我在这儿等了1个多小时了，还不飞？生气啊？什么情况？机长，那个，这位先生，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，有什么话呢，冲我说，别跟我们乘务员嚷嚷啊。好，我冲你说，我对你们这趟班机非常不满意。我不满意的是，我为什么你们这趟飞机还不飞？啊，咱们乘客是因为流控的原因生气的是吧？那怎么不用内舱电话跟我说一下呢？不是的，这位先生一上飞机就睡了。我刚看了一下，他是经济舱的票，我想去提醒他来着，可他一看到还没飞就急了。这位先生，罗先生是吧？先跟您道声歉，飞机延误了。第二个呢，冲我们乘务员这么嚷嚷，不对吧？我之所以生气，是因为我一上来我就闭上眼睡觉了，我一睁开眼，我以为飞机就到了，没想到还没飞。本身就1个小时的航程，让我在这儿多等了1个钟头，误了我的事儿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听我讲啊，我们也很急，但飞不飞不是我们的事，航空管制员的事。哎，会不会因为你平时不太会做人啊，跟人家管制员这交情不怎么样，所以人家才一直让你在这儿等？我这人平时做人啊，确实不太周全，但有一点啊，我绝对不会跟女人嚷嚷。吴哥，塔台上放行了。啊，那个罗先生。通知您一下，塔台放行了。那你在这啰嗦什么呢？开飞机去啊！起飞之前呢有俩事儿啊，第一，赶紧给我回经济舱去；第二，跟我们成员道歉。我道歉？我凭了什么跟他道歉？他吵我睡觉，我要跟他道歉。第二，你们一直不飞，耽误了我的事儿，怎么办？你负得了责任吗？哎，我再问一遍啊，道不道歉？你知道我是谁呀？你让我跟他道歉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合同要签，你误了我的事，你担得了责任吗？小金，你去查一下这罗先生有没有托运行李，有的话赶紧给我拿下去。第二，通知机场保安，把人给我请下飞机。哥，要不咱算了吧，那些事耽搁了，一会儿又得重新排队。请进。他是公司财务部的刘娜。谢。姐，肖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忙于事业，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也因此牺牲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光。从今往后，我和萧寒将会继承他的遗志，好好生活。对不起啊，礼数步骤也没好好招待您。麻烦问一下，您是肖薇的？啊，以前的一个老朋友。啊，您方便留张名片吗？啊，可以。您节哀。谢谢。
安排的股债事完成了啊，我最不愿意面对那种悲悲切切的场合。葬礼怎么样？肖薇的家人都去了吗？葬礼还算是体面，就是有点冷清，世态炎凉嘛。人死了之后就是一缕青烟，感受不到所有的委屈跟恐惧，也算解脱了。就是那孩子可怜点儿。哎，对了，肖薇她老公有点奇怪啊，非追上我管我要名片。我在外地呢，晚点回上海之后，咱们小约日见。再说。Yes， 全都是我，这是我的。哦，你新买的眼镜被压瘪了。眼镜？我没买眼镜。你看，都碎掉了，挺特别的。啊，这是那个倒霉鬼的，你小心别被刺到啊。哦，那你要还给人家吗？都这样了，怎么还？管他呢，我不可能再见到他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我去澳洲怎么样？你不是劝我哥回国的吗？你怎么要去澳洲了？不是，我觉得我跟叶欣异地恋太久了，我的爱情我得自己捍卫。说的对。但是你老爸那头能同意吗？之前我考上沃顿国际的时候，他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，但后来还不是默许了我去那儿上班。这次关乎我的人生幸福，他肯定不会阻挠的。你什么时候把嫁人当成人生的目标了？你的人生目标不是当一个麻辣女教师吗？就算去找你哥，我也一样可以实现我的职业理想啊！我这么大一块金子，到哪都能发光发热的。再说了，我不希望你哥是因为我才回来的。若是他发展的不顺利，他会不自觉地怪罪到我身上。那你万一到时怪罪他怎么办？哎，这就是本小姐的不同之处了。我的人生我做主，一旦我做了决定，就不会怪罪任何人的。哎呀，看来我哥给你洗脑洗得不轻呀，幸福哟！我可以了。喂，郑队，落地了，马上到飞行部来一趟。这么快，催命电话就打来了。哥，要不一会儿我们几个一起跟你去郑队那儿，给你做个证。做什么证啊？我又不是小白菜，就去一趟。哎，你们也反思一下啊，别出了事儿之后咱们再纠正，那样很被动。在客人上机之前就把票查好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啊。这是什么？我就说您啊，老张，多去一线走一走，这咱们的航空餐啊，飞一趟浪费率60%，这口味吧，不光影响咱们公司形象，而且给咱们国家粮食造成巨大浪费。挺会转移话题呀！大清早跑我这投诉盒饭，哎，我这也有个投诉，有个白金卡的旅客投诉你，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那叫恶人先告状。那他提没提他在飞机上咆哮骂人这件事儿？他提没提他拿着经济舱机票，非得坐头等舱这事儿？你把他请回经济舱不就行了吗？道不道歉有那么重要吗？那咱机组人员的尊严也是很重要的。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说，真正的尊严是无投诉、无事故。我说吴大爷，人家都是吃柿子专点软的捏，您怎么专点硬的捏？你得罪谁不好，你非得罪这姓罗的这大爷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超级网红，知名大 V， 微博粉丝上千万的。他的微博上一发言，成千上万的粉丝跑到咱们官博上留言，你来看看这些评论，对公司声誉造成极大的影响。您这上次护照损毁的事儿还没结束呢，怎么又给我整出一事儿来？那他大 V 他是公众人物，那他就应该有功德呀。
他也不能利用公众力徇私，抢占舆论制高点，颠倒黑白吧？这叫做人没底线，这叫。现在没有公德、没有底线的公众人物多了去了，您管得过来吗？您有资格管吗？他是什么人我不管，但现在的形势对公司很不利啊！已经有网友发起了联名抵制搭乘天基航空飞机的活动，怎么办？您这一冲动，公司要挽回声誉得费多大劲儿，你知道吗？咱公司是什么态度？你呢，想办法找地方道歉，争取人家的谅解；我呢，想办法把这事压下来。我给他道歉啊？不可能，我微博还几十万粉丝呢，我俩 PK 一下，我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发网上去，不就行了吗？不是，就您那1万多僵尸粉跟人家上千万粉丝 PK 啊？打住吧，别给我捅娄子了。如果你还想穿这身制服的话，给我在微博上闭嘴。用句专业点的词儿讲，禁言。禁言，这叫助纣为虐，这叫纵容小人。不想飞了是吧？想做办公室了？行啊，你看好地勤的哪张办公桌，你跟我说，我马上可以安排。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说，你如果让这个事件扩大的话，你有可能连飞行的资格都可能失去。虽然您的飞行技术说一不二，但现在公司很多领导对您的工作态度有非议啊。拜托您把您的大尾巴加2天，如果您再惹事儿的话，我可真保不住你了。老师的作业放着就可以了，谢谢。林老师，哎，王老师，怎么啦？我来找你是有点事儿，想请你帮忙。我听说你澳洲有朋友是吧？啊，有啊有啊。你想去那里玩啊？不是玩，是我的女儿珊珊考上了悉尼的大学，过几天呢就去澳洲去。恭喜恭喜！可是我担心她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想拜托你的朋友能不能帮忙接机？那没问题，我给他打通电话就行了。哎呦，那太谢谢你了。哎，那他是在外头租房子，还是住学校的宿舍？他说要在外面租房子，整天在网上搜，不过到现在还没找到满意的。我还真是担心他到了那儿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地方住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也请我那位朋友帮忙问问吧。哎呀，那我怎么感谢你啊？不用，你平常这么照顾我。好，那谢谢你。好，那你先上。谢谢谢谢。哟，等着我请吃饭呢。啊？老大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哎，队长，我又处罚你了吧？我当时啊就该死命拽住你，不让你那么冲动就好了。你拽我也没用，这种人就该教训，10年前就该教训他了。怎么？你们有救援啊？也没有，没大事。就是郑队呢让我夹着尾巴做人，说我有尾巴，有尾我齐天大圣啊！我是，你什么见过齐天大圣夹着尾巴做人啊？有，这当初给压在五指山下的时候。老大，你做人啊，真该低调一点。以你的飞行水平，甩其他几个机长好几条街呢。对呀，这飞了10多年，飞行事故几乎为零吧，早该提拔到行政岗位。就是因为你为人太耿直，所以啊，才没有晋升的机会，还累死累活的飞着红眼航班。我们兄弟几个都为你鸣不平呢。行了，不说了，孩儿们，让我做梦龙使，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所谓职场失意，情场，得意，没准啊，我过两天有好事了，有好事了，请哥几个吃饭啊！好，我先走了。
振作一点。你妈走了，你也该长大了。前几天我还叫他给我买吉他，他还训我来了。人总会干一些后悔的事儿，成熟的标志就是后悔的事儿会越干越少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应该跟他犯浑，要不也不会到今天这样啊！就是因为我，不是你的错。你妈看到你这样，她能放心吗？我要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你也快成年了，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。什么意思啊，爸？这些年来，你一直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一点生活技能都不会，连面条都不会煮。你知道是先放水还是先放面？连简单的饭都不会做，你以后怎么独立呀？爸，以后这些我都能学会的呀。那你要去哪儿，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呗。我不能没有了妈之后，我就没有爸了呀。公司破产了，咱们家也败了，咱们16年的父子缘分也算是尽了。不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，爸？我知道我妈走了，你可能比我还伤心，但是你这是时候告诉你实情了。当初你妈跟我结婚之前就已经怀了你。你虽然教了我16年的爸，其实我只是你的养父。怎么可能呢？不是。我生病是你照顾我，你陪我打针吃药，我得了肺炎住院住了这么多天，是你在旁边照顾我，你怎么可能不是我爸呢？从小到大你就从来没有质疑过，为什么你跟我长得完全不像，脾气秉性没有半点相似。那家长会总是你开的吧？亲子运动会也是你陪着我去的吧？我还一度怀疑我妈不是我亲妈了，怎么可能你不是我亲爸呢？那些都不假。这16年来，我也确实全心全意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，能陪你们母子走到今天，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接下来，我也该为自己活了。我叫你16年的爸，你说不是不是吗？这就是现实的世界，很残酷。总有一天你要自己面对，也是你该长大了。来不来呀？他不来，喝完这杯我走了。着啥急？哎，来了，喝上了，等你呢。约帮我拿一个杯子。你能喝吗？轮休2天。怎么了？领导批评你了又？什么是命？这命吧，就是那个括号，左边这括号呢是前半生，右边括号呢是后半生。然后你把这个整个括号活满了，你这辈子就差不多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人这辈子你活得就算再好，你幸运的话，善终也就3万多天，你不定哪天就嘎嘣一下没了。肖威就是例子，
你不知道第2天会发生什么事儿。这事儿我不同意啊。从医学上讲，死亡是人的生命还有新陈代谢的一个终结，一共分为3个：濒死期、临床死亡期，还有生物学死亡期。你行了，打住吧，好吧？你现在不是医生，虽然我不是医生，但是我有责任把这些医学常识跟2位学渣普及一下。你是学霸，你学霸，你这人不救死扶伤，你在这磨咖啡豆。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我那要不是不会胡搅蛮缠，跟那些医闹，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想当年我……行，你俩别跟小学生那么幼稚了。一会儿给我拿点冰块。啊，冰块啊！好。你说啊，真是，谁能想到啊？你说肖飞成为企业家，眼看着功成名就了，人突然间就没了。你说啊，咱才30多岁就得面临生死问题啊！你还行，你离过婚，我正经恋爱我还没谈过一回呢。什么没谈过？上个月你不刚分手吗？我还陪你去卡拉 OK 吼了一宿，白吼了。所有男女对唱情歌全唱一遍，光好心分手唱3回，唱3回。是好心分手，他就算不好心分手，他也没用，因为每次分手都不是他提的。行不行？真的，我要说我是24孝男友，我说我是第2，没人敢说他是第1，对不对？我替那帮女的着急。你看我条件多优秀，郊区的房子在那儿了，没有女主人，车跑2000公里了。这个副驾驶没有人，是不是？我曼陀铃马上就上市了。天天你不在我们面前秀，你是活不下去是吗？秀一秀怕什么？你放心，好人不长命，坏蛋活1000年，你没问题，能活10000年。笑，你老挤兑我干嘛呀？气儿不顺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跟你说，今天飞机上得罪一人，说是一大 V， 说有不少粉丝呢。然后，你看啊。他把飞机上发生那事儿啊，他添油加醋的，他只说出了30%来。霸道机长无端赶乘客下飞机，你啊，霸道。这种人就不该让他当机长。之前弄坏你墨镜，我还有点愧疚。现在我不打算还了，给你这副吧，为民除害。喂，周周，陪我出来喝点酒。这21728个转发，那这老百姓都得觉得是真事儿了。你怎么就突然间就冲冠一怒了就？我当初啊欠肖威个担当，今天算还上了。我现在也特别理解肖威当初受的委屈。和他当初为什么那么决绝了？那你这不能被你们领导开除啊？反正好长时间没歇着了，这回要是让我停飞的话，我就当放自己个长假。不飞吧，上我这儿来，写字儿，搞创作。对，我在你这儿喝着咖啡，我写着小说，我当一回巴尔扎克。哎，巴什么扎克呀？那文采，要是真不行，这样吧。你来我们团里，是不是？没事呢，搬箱子，扯线，弹吉他，给我伴个奏什么的，你也擅长。不落平阳被犬欺，我怎么就沦落到扯线给你伴奏呢？
楼房，心中是骏马和猎场，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，不过就这样。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。游离于城市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。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。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至少还有光。把烦恼空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。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大人的模样，看岁月剑拔弩张。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。